熊哥受伤了，这是他开农庄以来最倒霉的一次。究竟是什么导致他这样呢？幸好熊哥有一位贤惠爱他的老婆，在他需要照顾的时候留在自己身边，并且竭尽所能为他分担。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位爱人，我也会好好珍惜，不离不弃。能吃苦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先前细手直接搅拌猪食，高温下蹲坐在猪窝里喂食，还要挠痒痒和劝架，搭建用于攀爬的瓜藤，浇灌菜园中的秧苗。那么此时躺在沙发上扣着脚丫子的你的老婆是否能够做到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随着房门缓缓开启，答案也最终揭晓。孤男寡女荒野一夜，迎来了黎明的平静。熊哥很开心，在睁开眼的时候能有老婆陪在身边，抓上一把米，喂食一下已经逐渐长大的小鸡。他们在交谈着昨天夜里彼此之间的不足。既然太阳已经升起，那么农庄中的事情还是需要继续处理。老婆的到来也会让自己的工作变得轻松上许多。熊哥去放牛，而老婆则留下喂食野猪群。出尘的青草总是非常符合老黄牛的口味，熊哥要将它们带到牧草足够丰富的地方。小牛犊子喜欢这里的嫩叶，它们要在这里进食一会。无奈熊哥也只能在旁边等待。然而旁边树干上成双入对的甲壳虫却勾起了熊哥的回忆，这简直就是乱我道心。熊哥还是赶紧牵着黄牛母子离开了。这一片青草足够鲜嫩，将它们拴在这里既能吃饱也能吃好。当然外出的工作可不仅仅只是放牛，采摘上一些树叶，毕竟喂食猪群的食物还需要充足的营养。不要觉得这样的工作很简单。顶着大太阳的熊哥此时已经浑身湿透，倒入山泉水，拿掉用于搅拌的木板，老婆直接就用双手插进了大桶中，这也是为了能够更加快速并均匀地将沉积在底部的猪食搅拌开来。已经差不多了，分装入小桶。已经等待了很久的猪群早就守在入口，一夜的等待已经让这些小家伙饿得嗷嗷叫了。虽然这一桶猪食看上去提着有点费力，但是熊哥的老婆依然可以很好的完成。这只成年的野猪已经和黑猪在一起喂食了很长时间，然而黑猪却没有再次怀孕的征兆。熊哥找不到原因所在，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选择将黑猪卖掉，毕竟它吃的太多，如果不能给农庄持续增加收入，那就没有继续喂养的必要。再次来到已经成年的猪圈中，这些小家伙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，老婆也在给野猪挠痒痒，让它们可以平静的进食。如今森林已经步入了夏季，老母鸡都被热得张开嘴巴呼气，大鹅也知道要找个阴凉的地方躲避，这样的场景可想而知，此时猪圈中会是什么感觉。然而熊哥的老婆并没有觉得辛苦而立刻离开，他还在给野猪抓着羊，并防止彼此之间因为抢食而发生太激烈的冲突。不过这些小家伙貌似并不领情，总是喜欢用猪鼻子拱一下挡在自己前面的同伴。已经快要生产的野猪妈妈一边吃一边还在提防，她并不知道这个连续喂食自己2次的究竟是谁。将10只幼崽喂养长大的猪妈妈最后进食，这些小家伙也跟在身后，开始对妈妈吃的东西产生了兴趣。他们正在尝试，当然甘甜的乳汁目前依然还是他们的主食。他们还未到可以断奶的时候，野猪群都已喂完。熊哥也刚好回到了农庄，解下帽子，脱掉防晒服。此时熊哥老婆身上也早已被汗水浸湿，当然她也很开心能够帮助丈夫分担一点农庄里的工作。不过开心归开心，正事还是要办的。她转身示意熊哥赶紧回屋，毕竟已经到了午休的时候，真是风云变幻莫测。下午的时间貌似凉快了许多，屋前的瓜秧已经完全的长成，也该给他们搭建用于攀爬的瓜架了。然而就在熊哥要去准备材料时，废弃在草丛中的兔笼却给了自己意外的惊喜。这里被鸡妈妈当成了孵化安全地，里面有好几只刚刚破壳而出的鸡宝宝。开心的熊哥赶紧将老婆喊来，老婆喜欢所有毛茸茸的东西，将小鸡宝宝捧在手心，它们看上去非常可爱。然而现在还不是它们可以立刻外出的时候，它们还需要在鸡妈妈羽毛的庇护下待上足够的时间，才能成功的存活下来。废弃的牛棚，这里还有之前剩下的毛主，它们刚好可以作为搭建的材料。很多老铁可能都会有疑问，为什么熊哥的老婆这么能干，熊哥却不把家里人都接到山上来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2个孩子都在上学，山路太漫长又太过危险，并且周边也没有一所医疗机构，所以他只能负责在山上打拼，老婆则要在老家照顾好孩子的生活。搭建的材料都已备齐，找好框架的位置，老婆则趁着这个时间给所有的瓜秧浇水，这样它们才会长得更快。前厅的高度刚好可以配合支架的搭建，这样也可以给秧苗更多的攀爬空间，并且如果有了这些绿色植物的覆盖，屋子里也会有明显的阴凉。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配合着做一件事了，然而默契却依然在。很快瓜架的模样就已成型，熊哥留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固定，而老婆则去菜园给所有蔬菜灌溉上生命的源泉。现在菜园中所有蔬菜都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，一根已经成熟的黄瓜随便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直接食用，因为熊哥没有用过一丝农药，纯绿色种植，让所有的果实都足够安全。一颗西瓜已经长得足够大了，剩下的秧苗也已结出了果实，不久以后熊哥就能吃上自己种植的西瓜了。充足的光照表明了它一定会很甜，
瓜架已经搭完，熊哥也来到了菜园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。但其实他就是想和老婆多一些相处的时光。豆角经过一个晚上的生长，又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，放下手中的水管，熊哥的老婆要用它们来烧制今天的晚餐。没错，今天熊哥的老婆依然不会离开，他还是会继续留在农庄中。真不知道熊哥顶不顶得住啊！愿今晚的月光格外的皎洁吧。痛苦的表情，不断的哀嚎，撕掉裤子查看伤口的情况，究竟被什么所伤？现在已是熊哥老婆离开后的第7天了。第2只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已经在昨天夜里诞下了幼崽，小家伙们才刚刚学会站立，虽然走得不是很平稳，但野性驱使已经开始让他们无所畏惧。刚刚生完宝宝的猪妈妈警惕性非常高，熊哥也不敢轻易靠近。7只野猪幼崽又让农庄种群的数量得到攀升，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，野猪的数量增加了17头。虽然照顾和喂食起来会比较辛苦，但至少这1年的基本收入已经得到了保障。为了不让刚出生的幼崽受到伤害，熊哥还要将猪圈4周再次加固。10只野猪幼崽现在已经可以随意到处乱跑了，它们和其他野猪相处得很好。身为哥哥辈的斑点野猪正在帮助小家伙整理毛发，小家伙也是舒服地躺在那里。加固已经完成，熊哥正在尝试抚摸野猪妈妈。现在自己的手中没有猪食的引诱，所以熊哥也不敢做出太大的动作。小家伙们对于熊哥很是陌生，他们都害怕地躲到一起。刚生产完的野猪妈妈需要更多营养，熊哥又要费尽心思去制作专属的月子餐了。背上竹篓，拿上锄头，他要再次前往丛林中寻找淀粉含量较多的植物根茎了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加促进母乳催生。一处长满青草的斜坡，熊哥在这里发现了藤条，采挖的方法已经很熟悉，只要弄清楚根茎的走向，就很容易获取。一根笔直的野生山药，它不但可以喂食野猪，自己的晚餐也可以顺带解决。3个多小时的挖掘，熊哥已收获到了月子餐的材料，这几根已经可以给野猪妈妈的奶量增加许多了。再次回到农庄，所有放养的野猪都聚集到了一起，它们貌似已经饿了，全都在等待熊哥喂食。虽然熊哥没休息好，但是逐渐接近喂食时间，也不允许自己再拖下去了。将采挖的根茎全部切割成小块，这样的一小堆已经足够野猪妈妈独自进食。倒入锅中，加上泉水，彻底蒸煮成熟后，才可以加入其他粗粮。30分钟的制作，浓稠的月子餐已经完成，其他猪群的食物也刚好可以出锅。猪群都在焦急的等待，终于好了。10只野猪幼崽正在和他们的爸爸共同进食一个猪食槽。野猪爸爸第一次展现出了温柔，他并没有驱赶，这可是十分少有的情况。还没吃饱的黑猪也是迫于无奈趴在了旁边的地上，因为总有小家伙会把它误认为妈妈，也总是时不时的上来吸2口，这让他不得不紧紧的趴在地上，毕竟自己已经没有奶水了。然而小家伙们并不管这些，只要有空档就立马钻了进来。刚刚成年的这5只野猪，熊哥一直不敢将它们放出去喂养，因为它们的野性貌似比其他的猪群都要强，他害怕这些家伙出去后会咬伤其他野猪幼崽。不过黑猪妈妈真是有苦说不出，自己明明已经连续喂养2窝，不是自己的孩子了。然而自己刚要躺下来休息，这群小家伙又再次扑了上来，这可能就是黑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情的原因所在吧。最后开上小灶的当然就是刚刚生产完的野猪妈妈，这是熊哥特意制作的淀粉月子餐，所有野猪都已喂完。然而属于黑猪妈妈的噩梦好像才刚刚开始。熊哥看着这样的情景也很是开心，黑猪已经成了农庄里的专属奶妈了。可能黑猪妈妈也很纳闷，自己一共就生了3个孩子，为什么就是一直长不大还奶不完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又要为了照顾刚刚生产完的母猪继续忙碌。今天是富含植物纤维的叶子作为配餐，它在补充体力的同时，也可以促进乳腺的发育。然而单单只是篮筐里的这一点还远远不够。抬头望去，高处山坡上还有很多，不过地势看上去略显陡峭，果然这里是一处断崖。熊哥刚刚走上来就有碎石滑落，但是熊哥还是决定要采摘。然而就在熊哥将香蕉树砍断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，熊哥从高处摔了下来。为了自救，他要赶紧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出来，痛苦的哀嚎和表情已经让熊哥感觉到疼痛难忍。来到空顶，用双手抱住受伤的部位，他还无法确定骨头有没有断，用力撕开裤子，这是没有明确伤势前最正确的做法。等到裤子撕开，整个小腿都已出现肿胀，紫红色的血印和淤青已遍布在受伤部位的四周。从伤口的形状来判断，应该是熊哥滑落时被藤条缠住小腿而被瞬间拉伤的。所幸没有伤及到筋骨，只是一处皮外伤，但大片的淤青也表明伤势并不轻。这应该是熊哥打造农庄以来最倒霉的一天。稍微休息片刻，重新穿好皮靴。现在还并不能结束今天的工作，毕竟农庄里的牲畜都还没有喂食。重新背上竹篓，他要小心走回家中。持续的下坡让受伤的左腿支撑起来更加困难，幸好到了，疼痛和闷热已经让熊哥全身湿透。再次检查一下伤口，只是这短短的行走时间已经让淤青变得更加严重。先初步清理一下，
冰凉的山泉能缓解伤口周围肌肉的肿痛。小野猪的胆子越来越大，他们已经探索到了新房的旁边，并且还要和鸡群抢食。然而拖着受伤的左腿，一瘸一拐的熊哥究竟要干什么呢？还是留着下集接着聊吧。他已打败全国99%的女人，也征服了全国100%的男人。近100斤的香蕉串，只依靠扁担和肩膀挑起，行走于崎岖的山林，更是需要完美的掌控重心。这一幕有没有让你想起老一辈人挑水浇地的场景呢？拖着受伤的小腿，熊哥需要对伤口进行初步的处理。这一点小伤不必要去到医院，采挖上几颗老姜，它就可以作为处理伤口的药物。清洗干净，刮掉外皮，然后再将其敲碎成姜末，撒上点盐激发姜汁的生成，最后再用香蕉叶包裹好，放于炭火上烘烤。等到姜末成熟，再将其整体敷在伤口四周，这样便可在消毒的同时清血化瘀。然而受伤的左腿已无法支撑自己继续农庄中的工作，熊哥只能寻求老婆的帮忙。他将受伤的消息告诉了妻子，一夜的等待，安排好一切的老婆再次来到农庄。他很关心熊哥的伤势，并且还带来了专用的药物，小心翼翼涂抹着药膏，淤青部分的颜色已经开始逐渐加深。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在照顾熊哥的同时，还要将农庄里所有工作一肩承担。今天野猪群都还没有喂食，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老婆不得不快马加鞭，调制好猪食。焦急的野猪群已经等待了很久，有了10只小野猪的加入，使得农庄猪群数量飙升了很多，这也让喂食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。这些小家伙已经逐渐的长大，散养的食草显得有些拥挤，看来也是时候该给小野猪们断奶了。刚刚出生没多久的7只野猪幼崽，在野猪妈妈的照顾下也长大了不少，它们身体的抵抗力完全取决于母乳的质量。等到将所有猪群喂完，熊哥的老婆还不能停下来休息，正在树荫下的老黄牛母子还需要迁往牧草丰富的地方喂食。一切忙完，还要为熊哥做上一顿午餐，就这么能干的媳妇，你想不想也来一个？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熊哥的伤口已经有了一些好转，这多亏了老婆带过来的药膏，可能再有个3天的时间，熊哥就可以正常的工作。不过休养的这几天只能老婆独自承担，劈砍上几根毛竹，老婆要将其作为隔绝的材料，来将猪圈进行分割，这样便可以有空间将可以断奶的小野猪进行单独的圈养了。虽然老婆的动作看上去略显轻柔，但是她依然可以很好的完成。扛着毛竹，要先将它们全部运送到猪圈中，才方便切割。然而野猪群貌似对这些毛竹更加的感兴趣，它们全都聚集了过来，特别是这几只小家伙，没有砍干净的绑枝，在他们的眼中，可能也是想要尝试一下的食物。看着老婆如此辛苦，熊哥还是想要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出手帮忙，毕竟手锯切割对于臂力也是一种考验，测量好需要隔断的距离，夫妻2人协调配合，虽然看似正常且平淡，但在荒野之中却显得幸福满满。熊哥负责拉锯，老婆则负责搭建好猪圈中间的隔栏。幸好工作比较简单，只需用铁丝将2端紧固好即可完成。又到了该喂食的时间，熊哥则要赶回房间休息。当然，这也是捕捉野猪幼崽的最佳时刻。趁着小家伙们一心一意的进食，熊哥的老婆一手一个提起了小野猪的后腿。身为奶妈的黑猪貌似有点警觉，好在食物的诱惑更大，老婆要将这几个小家伙放入刚刚分隔开的猪圈中。小家伙们看起来很忙，但好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惊吓。单独准备的麦麸猪食营养会更加的丰盛，这也是进行断奶期间的必备。没有了母乳的滋养，会让这些小家伙身体的抵抗能力变弱，所以必须要让他们吃得好，才有可能勉强维持。并且没有了成年野猪的骚扰，他们进食的时候就可以尽情的吃饱。还处于月子期的野猪妈妈也是同样，她的营养也要持续的跟上。虽然现在7个小家伙看上去还是会有些害怕，不过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可以像别的野猪一样外出探险了。作为下一届的种猪候选，斑点雄性野猪发育的貌似有些迟缓，熊哥老婆也单独给小家伙加了餐。他看起来很温顺，所以从不和别的猪群抢食。然而这却引起了现在唯一的雄性野猪的不满，他在背后趁机报复了2口。猪群已经喂完，老婆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。然而还没说上太多话，熊哥老婆就要再次起身，他想帮熊哥多多的分担一点。山上的香蕉已经完全长成了，他想要去将香蕉采摘回来，带上扁担和柴刀，穿上熊哥的战袍。远处山坡上有很多自生而出的香蕉树，这些香蕉虽然很便宜，但至少也是大自然的无偿赠予，多多少少至少可以增加一点家庭的收入。这一串香蕉已经被老鼠吃掉了一些，将腐烂的去掉，剩下的还能继续售卖。旁边这棵结出的香蕉很大，直接在树干上劈砍几刀，枝头的重量会自然将其压倒。这一串已经超过了20斤的重量，并且看上去品质也非常的不错。接近半个小时的采摘，熊哥老婆已经收获到整4串，用绳子系好，2个一组分别挂在扁担2端。然而近100斤的重量
却被熊哥老婆非常轻松就挑了起来。要知道扁担挑物可不只是有力气就可以，更何况还是在这崎岖不平的山林中，能够拥有这样的老婆真是熊哥的福气。你们羡慕吗？熊哥也是赶紧上前帮忙，接下老婆肩膀上的扁担。熊哥还要将这些香蕉串进行分割。然而还没休息几分钟，熊哥老婆又再次出发了，他还要再去采摘一些，又是一大串。熊哥的切割还在继续，由于中间的果轴太过粗壮，所以分割的时候也需要十足的小心，既要保证分割好的完整性，又不能刺伤果实。熊哥也是弄得满头大汗，1个多小时持续劳作，绝大部分都已分割完成，将其整齐的排列在木箱中，大概3、4天的时间就可以尽数成熟。世外桃源般的宁静，最简单的画面，是多少人心中向往的平淡幸福的生活。切割废弃的轮胎，1分为2即可成为天然的食槽，用它喂食处于断奶期的小野猪，刚好合适。然而竹叶竟然可以卖钱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并且还不便宜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受伤的左腿已经痊愈，老婆在这里照顾自己3天，家里的一切都还需要等着他回去打理。骑上摩托，熊哥要去城镇购买今天所需用到的工具，1把锋利的镰刀，他需要用它来采集位于高处的竹叶，只有足够锋利，才可以顺利将竹枝切断。来回赶路已经花费了熊哥2个多小时的时间，他还要赶紧去寻找适合安装的材料。野生近亲无花果每年都会结出大量的果实，只可惜它并不受当地人的欢迎，否则再过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大量采集了。但是熊哥现在走起山路，怎么感觉有气无力呢？理论上来说，休养了好几天的身体应该更加强壮才是，真是让人费解。精细笔直的小毛竹是安装上镰刀最好的材料，不但长度足够，并且手感轻盈。熊哥砍伐了3根，这可以让回去以后能够拥有多一些选择。再次回到农庄，感觉稍微有点虚的熊哥不得不简单的休息一下。长时间被拴在下方的乖乖此时略显抑郁，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可以稍微安慰一下。然而工作还需要继续，毕竟这也是额外增加自己收入的方式。从竹竿的末端将其抬起，要试一下重量与手感如何。熊哥已经选定，接下来就是要将镰刀安装在其顶部，削减出1根刚好可以插入竹筒的木桩，这样才可以让镰刀拥有更好的固定。随后再将镰刀柄砸弯，小小的尖头需要插入到竹节的后部，最后再用橡皮稳稳的固定。这样一个便利于切割高处竹枝的工具就已完成，只需将其搭在竹枝上，然后用力一拉，即可收获到高处的竹叶。熊哥要尽量挑选叶形完整且宽大的进行采割，只有这样才能卖上较好的价格。这些竹叶有专门的收购商人，他们有用于烘干的机器，而烘干以后的成品则会供给制作面包或年糕、粽子等之类的店铺，他们会用它当做商品的包装。这一株叶形就很不错，不过一向负责的熊哥还是会进行良品挑选，整齐的排列好装入袋中。这一处毛竹已经采割的差不多了，熊哥还要前往下一处。当然这些已经搜集好的竹叶，为了保持其鲜嫩，熊哥还需将其放入水中进行浸泡，继续前往。宽大的叶子并不难寻找，又是2个多小时持续采摘，这整整1袋，加上之前那些已然足够。重新打包好装入同一个袋子中，便利于运输也方便老板称重。任其自然生长的鸭子又孵化出了几个小宝宝。自从鸡群的数量减少后，熊哥并没有对鸡鸭鹅投入太多的精力，毕竟鱼塘中的鱼苗以及山林中的昆虫已足够这些家伙自力更生了。捆扎好竹叶，熊哥需要骑行2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收购的地点。没错，这是自己曾经售卖蔬菜的地方。身为村花的老板娘还在午休中，虽然头发还没来得及整理，但是依然散发出韵味。经过称重，熊哥一共采集了22公斤重的竹叶。由于老板娘和熊哥有了一定的熟悉，所以他没有扣称，并且还非常好心请熊哥吃了1块面包。经过和老板娘的短暂交流后，最终熊哥拿到了37.5万越南盾，这对于熊哥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。接过钱的熊哥又开心的笑了。那么你能算出来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1斤吗？说实在的，这确实震惊到我了。我是万万没想到竹叶竟然可以卖得这么贵。拿到了钱后，熊哥也没有急着离开，他还想和身为村花的老板娘多聊上几句，毕竟进一步沟通一下感情，也便利于自己以后商品的出售。转眼时间已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熊哥已为老黄牛母子再次运来了新鲜多汁的牧草。这种粗质植物纤维对于牛来说非常重要。今天的小牛略微显得有点害羞，对于熊哥的接近显得有点抗拒，可能是他还不想回到牛棚吧。黄牛妈妈就顺从许多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的食槽中已经塞满了更加可口的食物。小家伙的皮毛越来越油光水滑了，这说明熊哥将它喂养得很好。这食槽中的牧草已足够母子俩吃上1天了。熊哥还有其他工作需要完成，带上点干燥的香蕉叶。前几天老婆采摘的香蕉已经到了可以出售的时间了，将所有的香蕉搬出，5天时间间隔已经让它们全部成熟，并且每一串品相都非常的好。熊哥本想将这些香蕉送给老婆销售，只可惜老婆的工作太忙，并且还有孩子需要照顾，
所以熊哥不得不自己前往城镇，用干燥的香蕉叶作为填充，这样可以避免在运输的时候对香蕉造成损坏。摆放已经完成，装车的时候也需要格外小心，后座上的支架一边一个，然后还要将其再次捆牢，换上干净的裤子，毕竟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。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购买自己商品的多数都是老少村花，可没有哪个女人喜欢邋遢的男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熊哥才刚刚到达城镇的集市，就被路边的村花喊停了下来。这几位老一辈的村花都是这条街有名的二道贩子，他们总是会寻找刚从山上下来的年轻小伙，因为在这些人的手中可以低价买到很多好的商品，然后他们再以较高的价格零售给别的客户。熊哥所有香蕉都被拿了出来，不过貌似自己车子停下的位置挡住了别人的店铺，他受到站在背后店老板的训斥。熊哥也是一边抱歉，一边赶紧将车子挪走。一向以老实人著称的熊哥不会和任何一个人发生冲突，这也是他积累客户的绝招之一。穿着一身碎花的老村花购买了熊哥大半的香蕉，体型稍胖一些的中年眼镜村花也是挑选了好几串。仅5分钟的时间，熊哥带过来的香蕉就被抢购，只剩下了5串。找一个没人的摊位，全部摆出来，要全部卖完才能回去，否则剩下这些就全部浪费了。老村花过来将货款给到熊哥，剩下的这5串自己没有看好。然而才刚刚等了2分钟，熊哥就再次迎来了想要购买的客户，他看上了一串。与此同时，对面的胖村花也迎来了购买香蕉的客户，看来自己的商品在这里无论价格高低都很受欢迎，这个市场很是热闹，各种各样的商品都会在此完成销售。胖村花生意的火爆，让他将熊哥剩下的这些全都买了下来，即使品相不是非常完美，但依然能够卖得上较好的价格。至此仅仅20分钟的时间，熊哥所有的香蕉就已销售一空。熊哥很是开心，他决定犒赏自己一顿丰盛的早餐，骑上摩托，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有自己曾经光顾过的饭店，那里既经济又实惠。这是老板自家房子改造而成的路边店。熊哥要了一份牛肉面，加上所有的调料，这是熊哥偶尔才会吃一次的名贵早餐。然而到了这里，肯定会有老铁存有疑问，开头不是有切割废弃轮胎做猪食槽的吗？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？其实那只是小编写多了而已，详细的故事要在下一集才会呈现。怎么样，来打我呀？